好，現在把我們的飛虎隊5款小車拿出來，合體準備。汽車大師把這一塊先拆鬆，打開車頂上方的卡扣，腰部順着這裡稍微拉長一些，通過中間的環旋轉，換一個方向啊，然後再把側面的2個扣子90度夾下來。現在先把這一塊捏緊，車頭2邊鎖起來，把這一塊通過腰部的 Z 字關節拉成90度，把這個雙關節折疊出來，變成了核心戰機。前胸板這裡和肩部的2個扣子插上夾緊，中間框出來的這個空間把車頭塞進去，頂蓋這裡有2個扣子和脖子這塊板子插合，腿後面把打击和錨狀通過這4個扣點給它嵌進去，掏出這2個方塊板件，注意一下方向啊，側面這裡有2個連接的扣點，我們把它插上，小臂的部分加粗，注意一下左右是不同的扣合方向，把它这个地方固定起来。现在从里面翻起一片肩板，顺着下方的卡槽，再把这两辆小车绑在肩头。现在我们就得到了魔方飞天虎动画造型的第1形态，2辆小车作为肩甲放在这儿，腿后边綁着2個頭朝下的小車。也是因為飛天虎這一套合體啊，其實在動畫片裡邊，因為是作畫的原因啊 ，bug 的造型出現的實在是太多了，所以魔方飛天虎也給來了3種不同的切換形式。第2種方式，我們先把車和手臂上邊的這2塊板子拔下來。整條手臂順着肩膀這裡的滑槽和扣點給它卸下來，拳頭這個地方也是一個 T 字滑槽卸掉。現在我們把手臂的2個成員從這裡拆開，解鎖，把這一塊引擎翻過去。腰部中間這裡有一個連接折疊的零件，雙關節卸開卡扣 Z 字，把它釋放出來。讓它作為合體的手肘關節，找到搶劫對應的連接板，把這一塊的手型給它扣上去，順着下方這裡再插上，肩膀再根據這上邊的插槽，把上半個車固定鎖進去。注意腰部這裡連接的地方也有一個鎖扣，封鎖同樣需要把這一塊中間的腰部解鎖。先把這塊車頂掀開，露出裡邊的關節，然後左右張開，把腰部的連接零件，這根部的雙關節延長，上方這裡再扣合回去。另一塊手臂的對應板插上拳頭，扣在車底，肩膀的插槽找準位置鎖上。作為這個形象的區分，我們還可以把腿上的小車頭尾顛倒，上下換過來之後，把車頭的這一塊折疊過來。2段變身的飛天虎，胳膊現在運用到了真實的車直接拉長，作為了關節的處理。我記得出版時候，如果直接拉出來車一體變形的腰部，這個關節不是很緊。現在2026的新再版，這個關節的支撐力度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。現在我們再來切換它的第3形態，所謂的G1玩具造型或者叫漫畫的形態。這個時候我們要拆的東西就多了，還是先把胳膊拔下來，卸下來手臂上的這塊甲，拳頭拔掉，回歸到它骨架裡邊，把手臂的骨架再拼合回去。現在要1分2半給它撅開，腰部橫轉90度，然後拔開，中間這裡是一個鑰匙插孔。這一塊的連接部件，我們繼續通過這個雙關節折疊收回去，卡住，回歸，變成2半車型。這個同樣折到90度，打開裡邊的鑰匙孔，打開這一塊的蓋子，把中間的連接關節收進去，順着骨架上的插扣，把上下半個車鎖進去。我們把胸板拆開，這個時候要卸下中間的這顆螺絲，把動畫造型的胸甲更換成玩具或者漫畫的造型。撥開後腦勺的蓋子，順着裡邊的球形關節拖出，換上漫畫頭雕。
再把汽車大師裝進去，前裙甲拔下来，更換上漫畫造型的这一塊，大腿甲卸下来，也換成漫畫造型。順着膝蓋的關節擰180度，正反換一個方向，掏出配件裡邊的腳尖上下的滑扣，就這樣插進去。再把2台車扣在腿的前方，這2個小臂的板子也有用處。打開這一塊，順着這裡雙關節翻折下來，在翻折的過程中，這兒還有一個擋肉的邊兒，給它填滿。飛天虎標誌性的2個巨大肩胛，順着肩頭這裡給它插進去。那麼這套飛天虎的G1玩具造型或者叫漫畫造型，我們就合體完成。其實準確的來說，這應該只是一個漫畫的造型啊，因為如果是G1的老玩具呢，這個腿肚子應該轉到後方去，所以也是看你个人的喜好来吧，按自己的需求可以进行各种方位的調整，各種模式造型的切換。可以說魔方的這套飛天虎啊，真的是能把飛天虎身上存在的諸多 bug 全部在一套玩具身上，還是一套小威力玩具的身上解決出來，不僅豐富了玩點，也把選擇權交給玩家，你喜歡哪個形態擺哪個形態。你像我個人就比較喜歡這個G1玩具的形式啊，哎，腿後邊是車，上方這裡裝大肩胛，換上這個炸開刺刺的頭雕，哇，真的非常的棒！一套非常精彩的小比例飛天虎，曾經剛出來的時候，在變玩圈也是掀起來不小的波瀾，甚至前段時間一套汽車大師的價格炒到了一個非常誇張的地步。如今2026年新的這波再版來了，也是修正了曾經塗裝上面的一點 bug， 在一些插扣的位置和關節的位置做得更加緊實了。最關鍵的是讓二手市場的價格趨於穩定，之前沒有趕上這款的小夥伴們現在可以下手了。那麼大家覺得你更喜歡魔方這套飛天虎的哪個形態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我發現個事兒，我打擊和網狀是不是裝反了？